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曹念念汉堡，今天带来的是瑞克莫蒂主创团队制作另一部佳作《外星人也难民》的第1季第2集。世上人儿千千万，要想讨好太艰难。鹬蚌相争渔翁力，人心叵测务实谈。恶人自有恶人报，玻璃世界风云现。一大早要去扔垃圾的库弗又忍不住发飙，说了不准永宝吃糖，他会生病的。知道了，我不会给他糖了。那你给了几次？哎呀，就1次。这时敲门声打断了吵闹，原来是业主协会发来的新规。库弗细细看了看，禁止丢大型试验废弃垃圾，禁止养不明物种的爬行宠物，所有附着在房屋上的宇宙飞船必须和房屋颜色相称。什么狗屁规定，分明就是冲我们来的。库弗一怒之下，一脚踹向旁边的垃圾，一股不明废气窜了出来。库弗边追边抱怨道：“这样明目张胆针对，说明邻居们讨厌我们。可泰瑞却不赞同，那为什么我走在大街上还有那么多人看我？”于是为了让泰瑞看清现实，库弗决定放出自己的新研究成果——纳米机器人。在夜色笼罩下，库弗和泰瑞潜入了城市供水站，可毕竟是头次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，所以触发了警报。好在这里的管理员是泰瑞的熟人，计划自然进行得很顺利。原来库弗是想将他的纳米机器人放入城市供水中，让人们在悄然间喝下有纳米机器人的水。这些机器人会收集他们大脑里的信息，然后随着尿液排出，最后再流回供水站。解释完毕，管理员带他们来到了供水池。库弗倒料，泰瑞搅拌，因为不能让纳米机器人结块，否则他们会有自己的意识。于是很快，纳米机器人像病毒般在城市中弥漫开来，他们进入人体和红细胞，一起四处流窜。首次纳米轮回很快结束，库弗和泰瑞赶紧来到水库打捞满载信息的纳米机器人，而一旁的管理员表示很疑惑：“你们怎么确定能打捞起全部的纳米机器人呢？这个好了，开个玩笑而已，我又不是警察，放轻松，要不要来支红双喜？”从打捞回来的纳米机器人里，泰瑞认清了现实，没错，邻居们好像都不怎么喜欢他们。看这个人居然不满我们家永宝在他家草坪上拉屎，在草坪上拉屎又怎么了？那算什么？社区超市里的2个人还抱怨我在买东西时的问题太多了，我可是外地人，我怎么知道他们卖的都些啥？嘿，快看，这个叫泰瑞的人居然恨你！哦 shit， 他是谁啊？面对邻居们对他们的种种不满，库弗觉得大事不妙，所谓远亲不如近邻，邻居们的讨厌很有可能会成为他修飞船的绊脚石，所以他决定想办法讨好邻居们。于是库弗立即着手对现有数据的研究，决定从那些对他们的好感度还不算太差的人着手。看着库弗周密的部署，泰瑞非常兴奋，看来很快我们就会讨喜了。亲爱的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说那个吗？差不多吧，那我准备好了，现在就来一发庆祝一下吧。所谓吃人嘴短，拿人手软，所以库弗和泰瑞按照数据上显示的邻居愿望全部一一满足。2人越做越过瘾，干脆直接广发善心，甚至当起了义工，总上马路指挥交通。果然还真是不忘辛苦一番，他们在邻居甚至路人心中的好感度暴升，成为了邻居们眼中的好人。一向不擅长交际的库弗突然变成了社交达人，他们甚至在家开起了派对，睦邻友好，一片和谐。而当泰瑞正沉浸在这飘飘然中时，一位高低眼的长舌妇向泰瑞提议：“你们应该去竞选业主协会主席，现在的主席就是那个叫露丝的老太婆，早该下课了。邻居们需要你们这样能带给大家好处的领头人。”泰瑞立即将这建议告诉了库弗，照我们现在的热度，简直就是稳操胜券。库弗也表示可行，因为这似乎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，再也没有粉刷飞船，再也没有敬仰不明物，主席的身份可以让他们为所欲为，就算刨坟草尸也不会有人再多说什么。所以眼下只要解决掉那个叫露丝的老太婆，他们就大功告成了。泰瑞迅速掏枪，库弗赶紧拦住了他。为了打探出老主席成功的秘诀，库弗和泰瑞整整在车上蹲了7个小时，可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小伙子，饿了没？来吃点曲奇。shit， 他在恐吓我们，能不能下来帮我换换成人尿布？他是魔鬼吗？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无招胜有招吧？泰瑞顿时有点慌，库弗即刻表示没关系，我还有一招，升级纳米机器人，这样我们就能得到更多的信息。于是2人赶紧回到了实验室，在库弗片刻的操作下，纳米机器人很快升级成功。殊不知升级后的纳米机器人居然有了复制功能，残留在水库中的纳米机器人很快集结，好在管理人及时打伞，但真的会有这么简单吗？升级后的纳米机器人果然带感，他们几乎知道了所有市民想要什么以及他们的秘密，甚至是他们潜意识里的东西。可泰瑞表示那些都不重要，重点是找到了露丝的弱点，这是我们唯一的盲点。那个老太婆不喝水，但是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，毕竟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他马上就是前业主协会主席了。很快到了竞选之夜，泰瑞和库弗的拉票进行得非常顺利，局势几乎成一边倒，而旁边的露丝却好像只当他们在放屁。就在2人觉得大势已定时，议会厅的大门突然被打开，一坨乌漆麻黑的东西向他们走来。Oh my god， 竟然是纳米机器人！纳米机器人随即自荐候选人，显然对于库弗和泰瑞来说这是个劲敌，因为他也同样拥有那些信息。2人即刻表示拉票环节已结束，说着就要拉纳米机器人下台。可就在这时，管理人也赶来了，他表示他是这家伙的第1位支持者，因为这家伙带他去吃了顿他心心念念的牛排。接着纳米机器人
人趁热打铁，一段风趣幽默的拉票词扭转乾坤。随即纳米机器人甚至还现场圆梦，眼看纳米机器人势不可挡，库弗即刻冲到话筒前。这家伙之所以知道那么多，是因为他在你们尿里泡过，他一直在监视你们。你们真的想选一个去过你们底底或者其他器官的人吗？面对库弗的爆料，纳米机器人非但没有恼羞成怒，反而将计就计，就地甩锅。他将库弗和泰瑞背地里干的一切事详细的说了出来，最后一针见血的指出，他们两个就是骗子，只是在利用你们。不，我们只是在造福社区，不然我们怎么能知道泰福需要一间新屋来装他的气体娃娃呢？放你的屁！我只和活人睡觉，我喜欢两个人紧紧包裹在一起的感觉，以及那些逼真的叫喊声。纳米机器人随即表示，如果要说了解，最了解你们的人是我。于是，一场社区大爆料即刻展开，那些隐藏在人们心底深处的秘密，以及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全部被一一曝光。顿时，会场一片混乱，一场外星人与机器人的对决即刻拉开序幕。就在这鸡飞狗跳的时候，讲台上突然传来了露丝的声音：“老娘在这里住了30年，谁还不知道谁那点破事儿？但邻里之间不该说这家长倒那家短，以和为贵才是相处之道。在外奔波打拼，谁不是想图个安稳？想过平静的生活，就选我。”可三人还不死心，还想试着用好处换回人心。这时，一个小白脸打断了他们：“你丫的是谁呀？我是你爸爸泰勒，想怎么样？你就是那个恨我的泰勒，怎么想打架吗？”回到家的落选三人组不仅对这次失败的选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。人心叵测，谁还没有好心办坏事的时候？但为讨别人欢心而活，会不会觉得太累了？反省完毕，库弗立即拿出了垃圾袋。飞船上还有很多活儿没干，不，我还没有好好的谈场恋爱，好好说不行，那就只有动手了。哪想纳米机器人转眼间就跑得无影无踪。算了，还是先想想什么时候粉刷飞船吧。这次我要把飞船刷成闪闪发光的银色，射下露丝的狗眼。但是规定不就是罚款吗？我付。而就在这时，永宝爬过来吐了一地，库弗当即发飙：“你不是保证不会给他糖吃了吗？可我真的没有啊！那他的糖从哪儿来的？我怎么知道？”原来由于两人忙于讨好和选举，竟然忽视了永宝，于是永宝便独自走进了树林中，不想却被乌鸦袭击。可永宝也不是盖的，随即上演了一出杀鸡儆猴。就这样，他顺利穿过了丛林，成功进入了一位国足选手的别墅，随即刺了那人的脚，然后又拿着带血刀进入了实验室，并利用机器提取了血液中的基因，之后便造出了一只健硕的脚。利用这只脚，他剔出了自助机中的糖果包，所以就是这样吃到糖果的。而本集中还有另外一条故事线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条线里发生了什么。由于建造了玻璃格子间，所以小库不断用缩小枪抓来那些令他感到不爽的人类，并陆续关到玻璃箱中。小粉感觉小库可能有点走火入魔了，所以他决定拯救小库，随即利用大脑控制装置来提高小库对人类的好感度。于是他藏起了小库的激光缩小枪，决定带他看看人类的美好。首先，小粉决定从小库最讨厌的老师着手。果然，在大脑控制器的作用下，平常那个恶煞煞的老师竟然变得温柔起来，并向他们承诺下周的体能测试他们两个可以免测。看吧，人类并不是都很不友好。可小库却表示这只是个巧合。为了进一步对小库洗脑，这次小粉决定带他去找那些老是欺负小库的冲浪小子。结果是必然的，因为大脑控制器，这又是一场友好的结局。这次的所见所感似乎对小库起作用了。感谢你，让我明白了你不仁，别人才会不义。你不会是假装喜欢人类来骗回你的缩小枪吧？小库极力否认，并表示非常期待下一站他们又会去哪里感悟。小粉极力在脑海中搜寻那些欺负小库的人，以便对症下药。哪想小库这次决定自己选位置，没办法，小粉也只好硬着头皮上。这次他们来到了一家满是混混的酒吧，小粉有点慌，本想找个借口骗小库回家，奈何小库入戏太深，非得要去见识一下。可结果也是必然的，无法对症下药的小粉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这些人，而玩得兴起的小库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他拉着小粉冲上台，打断了这群烂人的狂欢，所以被揍也是必然的。两人慌乱地跑进酒库藏身，小粉终于绷不住了，他如实向小库澄清了一切，但局势已经无法逆转了。两人被这群恶霸从酒库里抓了出来，小库被迫放出大招，一场腥风血雨势在必行。杀戮结束后，兄妹俩找了家餐厅，准备在食物中深刻反省。我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能坏成这样。早就跟你说过，你不听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会确保放在墙里的人都是有罪的。话还没说完，小库又抓了个穿红衬衫的路人，他有什么罪？我的小人里还差个穿红衬衫的。我保证下次会使用正当法律程序。于是又一波小人儿入驻格子世界。没想到这里已经出现了多种势力，真是值得期待的格子世界。
库弗和泰瑞为了讨得邻居们的欢心，利用了纳米机器人；小粉为了让小库喜欢上人类，暗中使用了大脑控制器；永宝为了得到自己喜欢的糖果，大费周章的利用基因提取器造大腿。很多时候，世人为了达到目的，又何尝不是像他们这样不择手段，逆天而行？可结果大都令人唏嘘。捷径大多都是泥泞路，特效药总免不了副作用。喜欢你的人不会图你给的好处，值得爱的人也从来不舍得让你受苦。虽然世上妙人千万，但选一人赤诚相待。你不需要长成所有人都喜欢的样子，因为那个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